台湾秘密地对地飞弹部署澎湖与东引，射程高达500公里。大家好，我是火力军，今天又为大家带来台湾隐藏极深的秘密武器，同时也是台湾极其重要的源头打击能力。虽说近些年台湾通过向美国购买鱼叉飞弹，但实际上台湾早就拥有地对地飞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宫 2B 短程地对地飞弹。随着台湾中山科学院研发各式飞弹性能提升技术的成熟，空军编列预算量产射程超1200公里的云峰高空高速巡弋飞弹。若是台湾低轨道卫星的运载火箭发展完成，也就是意味着中科院有能力生产射程超1500公里的地对地飞弹。根据火力军查阅到的公开资料，中科院早在1996年飞弹危机后，便开始了以天宫防空飞弹为主体，研发出射程在500公里的天宫 2B 地对地飞弹，进行了小批量生产，目前正着手进行更新计划，量产了约400余枚。其实中科院早在1970年代便开始以清风、天马以及 T 镜等计划钻研地对地飞弹技术，并且具备了生产短程地对地飞弹的能力。后来因为1996年飞弹危机，当时台湾才刚刚启动雄2E巡弋飞弹研发计划，更别说进行生产了。于是台湾便决定以天宫防空飞弹为主体，研改出射程500公里的天宫 2B 地对地飞弹，并小批量生产，以应不时之需。这批中科院所秘密生产的射程500公里的天宫 2B 地对地飞弹，直到2007年23号演习计算机兵推中才显露出一些线索。因为台湾首次模拟了战略反制武器，这是历届汉光演习中前所未有的。此次兵棋推演中，模拟以巡弋飞弹、短程地对地飞弹等反制武器进行源头打击。此次演习，台湾才首次将天宫 2B 地对地飞弹与刚测试完成的雄风2E 巡弋飞弹搭配，也就是这次兵推才证实了天宫 2B 地对地飞弹的存在。再加上台湾连续2年的预算书分别列出2019年的地对地飞弹以及2020年审查的雄升飞弹，虽然名称不同，但预算都是一样的，4600多万新台币的年度延寿预算，同时也证实了天宫 2B 的存在。也正因为台湾早就拥有地对地攻击飞弹，所以美国对台军售鱼叉增程型飞弹，使其能够搭配天宫 2B 以及雄2E，大大增强台湾源头打击能力。隶属于空军防空及飞弹指挥部中的特种飞弹部队所部署雄风2E 巡弋飞弹与天宫 2B 短程地对地飞弹，目前这些飞弹主要部署在澎湖等外离岛。天宫 2B 短程地对地飞弹长期以来与雄2E 巡弋飞弹搭配，是台湾目前主要反制手段之一。由于事关机密，事件本身又极其敏感，台湾对外一直以特种飞弹一词含混带过。之所以使用特种飞弹一词，是为了掩饰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已有一段时间的2种飞弹，也就是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雄2E 巡弋飞弹与射程500公里的天宫 2B 地对地飞弹。虽然台湾一直对天宫 2B 飞弹遮遮掩掩，外界媒体也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照片、性能资料以及作战使用等情况更是从未公开，但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仍能根据经验进行类推，以此来分析天宫 2B 飞弹的基本参数与性能。天宫 2B 飞弹是在天宫2远程防空飞弹基础上进行发展的。依照台湾目前的飞弹技术水准以及近年来相关飞弹实验情况来看，如没有获得美国的技术支持，天宫 2B 飞弹难以突破弹头和弹体分离的技术瓶颈。同时也有军方人员透露，天宫 2B 发射后弹头与弹身无法分开，精准度不是很高。台湾对于自制反制的重要武器系统都会逐年安排实弹射击验证，尤其是近些年的汉光电脑兵推中，台湾曾多次测试雄2E 巡弋飞弹、宫 2B 地对地飞弹以及 IDF 战机挂载的万箭弹，都能得出不错的成果。但计算机需要实兵与实弹射击来加以验证，所以海陆空三军对于所属的飞弹武器系统都是会在年度精准弹药设计科目中逐年安排自制或外购飞弹进行射击验证。以海军为例，无论是外购的标准1型与2型防空飞弹、剑龙级潜射的潜射型鱼叉飞弹，或是自制的雄2与雄3反舰飞弹，都在这几年排入执行实弹射击验证。而空军则是着重在 IDF 战机挂载的万箭弹以及性能提升后的天剑2型空对空飞弹为射击验证重点。但空军防空及飞弹指挥部
虽以爱国者和天宫系统防空飞弹为主要部队，但其所属的特种飞弹部署中科院研制的熊2E巡弋飞弹以及天宫2B 短程地对地飞弹，因从未进行实弹射击验证，就被列为执行射击的重点。据指出，目前天宫2B 短程地对地飞弹还是与天宫防空飞弹营混合编制，并随着天宫防空飞弹朝机动发射车的改变部署，天宫2B 短程地对地飞弹也随之机动化。随着台湾飞弹技术提升，中科院所研制的天宫、天剑与雄风系列各式飞弹皆进入增程型研制与量产。由于天宫2B 型短程地对地飞弹首批飞弹量产至今20年，军方已将该型飞弹列为更新重要计划，将以代号天鄂计划交由中科院进行更新，预计将强化弹头威力以及精准度，让误差值缩小到3公尺内，执行精准打击任务。天宫2B 飞弹的更新模式为弹体外形不变，但是内部弹头火药导航控制系统、固态推进火药以及末端的推进器等配置完全更换。因飞弹许多组件已获得轻量化，多出来的空间及重量可用来强化弹头破坏能量及飞弹精准度。透过更新飞弹内部各组件与固态火药的方式，可让天宫2B 型飞弹破坏力更强，射得更准。在导控系统更新后，误差值缩小在3公尺内，达到精准打击目的。不过，飞弹射程目前仍维持500公里不变。更新案经核定后，以代号天鄂计划正式启动，规划以3年时间完成更新。特种飞弹部队一直是反制作战的第一波次打击力量，一直配置了雄风2E巡弋飞弹与天宫2B 短程地对地飞弹。再加上台湾已经批准云峰高空高速巡弋飞弹的先期准备。根据资料，云峰飞弹早在2014年就已完成量产的准备，而特种飞弹部队也完成了各项的编组与人力上的分配。再加上今年3月月初，台湾通过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其中预算案涉及多项武器装备，这些装备未来可能会大量部署到特种飞弹部队中。因此，特种飞弹部队未来将有天宫2B 短程地对地飞弹，以及次音速的雄风2E巡弋飞弹与云峰高空高速巡弋飞弹3种重要武器。你们觉得中科院还有多少隐藏的秘密武器？另外，还想了解台湾哪些武器？欢迎评论区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